Hello，大家好，我是 Frank。镜头前面的你，不管你内心有没有这些答案，我都想透过这些问题来鼓励你认识你自己。假设你现在银行账户有5亿美金，你会想做什么事情？假如你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失败，那你又想做什么事情？亲爱的朋友，先不要离开这部影片，这不是一个空泛的心灵鸡汤。这个影片的设计是用来跟你的灵魂产生一个很深层的对话，目的是点燃你内在的生命之火，重新找回你生活的勇气跟你人生的愿景。对于那些敞开心胸且准备好的人来说，这部影片将带给你极大的效益。影片分成4大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认识自己，第2个重点是从恐惧到勇气的门槛，第3个重点是3A 法则，而第4个重点也是这部影片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当你发愿，就是正在成为最高版本的自己。我想鼓励镜头前面的你，开始为了自己的人生负责，开始勇敢发愿或设下人生目标，让你的生命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你的灵魂必须要有力量。你知道焦虑跟恐惧，它会不断的削弱你灵魂的力量。你必须要看清楚你焦虑的根源在哪里。在能量意识的层级当中，低于200振动频率的人，他的思想是封闭的。他认为幸福跟苦难完全是取决于他的外在环境所造成。这类型的人通常会把自己视为受害者，没有力量，完全被他的生活所左右。因为你的焦虑都将你的力量交付给外在的这个幻象。现在让我们开始自我觉醒的第一步，也就是认识你自己。你知道认识自己是被刻在希腊戴菲尔神殿上面的灵性教导。顺带一提，希腊戴菲尔这个地方，它是能量漩涡最强的景点之一。戴菲尔神殿它保留超过5000年人类的古老文明跟智慧。早在5000年前，这些来自于别的星系的扬升大师，他们就曾经驻点在希腊，传授灵性教导给当地的人。这些扬升大师的教育计划，目的是要开启人类的神性意识。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也常常告诫要常常认识自己，因为认识自己是人生的起点。认识自己会带你找到你原先来到地球时你所带有的使命与你想要创造的事物。你知道你是一个在地球上经历多重轮回的灵魂，你来地球是学习并掌握生命的课题，而你发展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自由意志跟你灵魂觉醒的程度。所以认识自己这个流程可以分成清理跟觉察。认识自己意味着你必须要放掉社会给予你的标签，并想起来你自己是谁。透过移除所有内在的负面能量跟外在的负面行为，你必须要移除那些阻碍你通往更高觉知道路的能量。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才能疗愈自己，然后再转化自己。这一点很重要，你要对你自己绝对的诚实。当你了解自己时，你会对自己诚实，你会知道哪些是负面的能量，它正在阻碍你往更高的意识发展，还有那些不受控制的自我欲望的驱使，你都能辨识得出来，并有意识的去学习方法，如何提高你自己的意识与能量。第2个重点，从恐惧到勇气的门槛。说到能量，你可能会问我说 Frank，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能量状态在哪里？所以让我们先来学习如何衡量我们自己的能量频率。我推荐大家使用著名的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博士他所设计的意识能量层级表来衡量自己的能量状态。大卫霍金斯博士他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合作，他花了30年的时间，透过肌肉测试跟多种精密仪器的量测，他将人类的意识层级量化从1到1000，并划分出17个区间。他发现人类不同的意识层次对应着不同的能量振动频率，而其中一个关键就是200的振动频率，它是正能量跟负能量的分水岭。当一个人的振动频率达到200时，意味着他想改变的意愿大于他的恐惧。也就是说，当你达到200振动频率时，你就有勇气产生改变，你就有勇气面对挑战并行动。因此，你就开始产生了正能量反馈给你自己。有勇气的人能够把握机会，并吸引贵人。勇气是人生要翻身的基本品质。而这个世界有85%的人，他们是处在100的正频。正频300以上的人，他们会开始产生宽容的意识层级，也就是他们有能力去宽恕自己、宽恕对方，不在乎对跟错，不再去计较世俗之间的对错。他的焦点原本从自己好开始聚焦在大家都好。而500以上的正频，它就进入了大爱的振动频率当中。镜头前面的你，也许你觉得你现在的正频大概是200以下，时常感到害怕、恐惧或焦虑，这也没关系。我要恭喜你，因为当你开始承认的时候，改变就发生了。我想跟你讲，与其拿这个标准来评判衡量自己，你还不如就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提醒就好。你要知道，你的振动频率随时可以改变，只要你愿意。而很多人的振动频率低于200，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内在的焦虑。这个焦虑感很多时候是因为不确定性，我们对于未知会产生恐惧，对于金钱、
对于工作、对于未来、对于人际关系种种的不确定性，我们很害怕，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掌控自己的人生时，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内在的焦虑。而圣哲曼跟我们说，我们多少都会感到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会造成紧绷。但你愿意进入更高层次的意识活动时，你将会变得越来越放松。在我师的教导中，针对内在的这种不和谐的活动，你可以使用以下的语令，请跟着我念：我是阻止这一切的灵在，我是这个情境中积极平和的掌控力量。那活出内在力量的第3个重点呢，是3A 法则，也就是 accept 接受、adjust 调整、avoid 识别跟防御。第一个 accept 接受呢，是去接受人生的经验跟考验，去接受你现在的经验，将其转化为养分。圣哲曼在这边有讲到，都不要让外在的经历使你感到厌倦，而是在这份觉知中，为你的每一天、每1小时、每1分钟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正带领你们更接近自由与摆脱限制的目标。这份自由是你们如此渴望、如此期盼的。所以这其实就是内在炼金术的秘密。圣哲曼这边说，每一位诚心追求光明的学子，正如同锻造最坚硬的钢铁般被淬炼着。这种钢铁最耐磨损，品质最优，强度最高。这正是生命历练带给个人的珍贵礼物。当你渴望解脱，却遭逢艰困考验时，那正是品格的钢铁在被淬炼，使个人最终能获得完美永恒的驾驭力，超然于一切外在事物之上。所以接受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当你接受眼前的情境时，你正是接受了宇宙给你淬炼的这份礼物。那第2个叫做 adjust 调整，调整你自己的能量，去消融掉你的负面能量，使用宽恕法则，并对自己诚实。调整意味着你必须要调整你的负面能量场，而调整的关键是宽恕。你必须了解自己，宽恕自己与他人。这个时候，疗愈就会在你内在开始发生。圣哲曼在这边跟我们说，人类要被教导从灵在中呼唤神圣之火的爱，来宽恕人性自我的一切过错。在生命伟大神圣慈悲中，宽恕它必须先行，疗愈方能永恒。倘若一个人能理解自己可以远离所有不和谐的活动，并赋予内在全能我是灵在的全权力量，来消融并驱散错误状态，那么他将永远无需承受任何恶行所带来的反作用力。正确启动宽恕法则的方式是宣告，跟着我一起念：我是宽恕法则，也是消融一切不和谐行为与人类意识烈焰。这将会启动完整的行动。所以扬升大师一再强调宽恕的重要性。宽恕不只是放过我们自己，它会将我们的能量场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为了移除负面的情绪跟能量，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对自己100%绝对的诚实。请不要活在虚假的自我幻象当中，也不要被你能量气场中这些负面的实体所操控。很多人活在他自我安慰的世界当中，并无法自拔，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心态。我也鼓励你去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有一个方式可以判断这样类型的人，去看到你身边的朋友的眼睛，他们的眼睛是充满光跟爱，充满真诚，还是看到他的眼睛时让你感到不寒而栗，感到六神无主，感到精神涣散？这都是在告诉你这个人他现在内心的精神状态到底在什么程度。因为眼睛是直接看见灵魂的管道，这个人再怎么会隐藏，再怎么会伪装，他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所以大家不要去轻信网络上的谣言，也不要有非常狂热的宗教教条式的崇拜。当扬升大师耶稣当初降临地球时，他也能点破这个幻象，他帮助人们从宗教中获得自由。第3个 A 是 avoid， 远离攻击性的言论。avoid 的中文是避免，也就是辨识跟防御负面能量。当你的灵魂跟意识不再包含这些负面的能量跟行为时，灵性觉醒就发生了。而这些负面的能量特质包含自我、傲慢、嫉妒、仇恨、贪婪、不诚实，以及等等负面的人格特质。也请你远离会诽谤的人，避开那些说人谎话的人。有一句古老的英文叫做 Master your tongue， 成为你舌头的主人。不要嫉妒任何人，不要使用肢体或语言的暴力去对待他人，并远离愤怒跟争议。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八卦，不要陷入那些撩人是非的对话当中。最重要一点是要避开那些有攻击性的人，也许是言语上的攻击，或者是能量上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人。要远离他们，适时的防卫自己，不要被别人屈辱。圣哲曼在这边告诉我们，针对这些不和谐，
限制性的表象时，你可以这样讲：滚开吧，你这无力的人类造物！我不认识你，我的世界只充满着我，全能的我是临在，强大完美，愚昧的表象呀！我剥夺你所有伤害或干扰的力量。从今以后，我行走在大能的我是临在的光中，那里没有阴影，而我获得自由，那是永远的自由。请你从现在开始停止具有攻击性的言论跟暗示。你要知道，当你带着这些负面的行为模式产生负面的频率时，你是不可能拥有觉醒的灵性意识。所以，当我们愿意带着更多的爱来生活，并认可自身的神性时，这些无所不在的奇迹就会在你个人生命中展开。第4个重点就是发愿，就是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我认为发愿是获得内在力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因为你透过发愿，你会逼使你自己要突破现在的困境，因为你有一个很大的愿望要在这个世界实现。请你好好回顾你以前所立下的愿跟人生的目标，也许你这些目标已经有点失焦，那也没关系。在这个充满干扰、疯狂控制的电视节目跟虚假参半的网络世界，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灵魂失去重要目标的聚焦。灵魂它来到地球上最重要的计划就是透过活出真实的光跟爱来实现灵性成长。但请注意，这不意味着你要不停地讨好别人，说好听的话给你身边的人，也不是盲目的接受所有的不好的事情，一厢情愿的去承担。请你带着大爱去行动，并活出你的内在神性，你就有能力说出真相。因为你说出真相的动机是想要帮助他人，去除负面的阻碍跟负面的行为，这就是扬升大师耶稣在教导的方法，说出真相。他也在那个时候被很多罗马帝国的权贵讨厌，因为他说出了真相。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掌握觉醒的灵魂，你在过去跟今生提炼了许多的人生课题，并完成它，你现在正在散发出强大的能量，在你的气场当中是闪耀着宇宙之光。这可能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亲身经历的与更高次元的光的能量共振。你可能曾经跟扬升大师见面过，而且你很容易能判断网络上那些虚假的讯息，你也不受负面的人群或团体干扰，或者是负面的外星存有的通灵讯息所控制。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看到一段讯息的时候，你可以判断这个讯息是否带着光的品质，这种品质能协助你灵魂的发展。你也可以辨识这份资讯它是否冰冷、机械化且能量空洞，因为缺乏神的能量的讯息，你在读的时候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再来是连接你的我是临在，找回你的愿力。当你能够连接我是临在，它能够给予你的勇气是你绝无法想象的。你会发现，当你不够了解你自己时，你没办法说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目标或者是愿景，你可能拥有的就只是一个普罗大众灌输给你的一个梦想模板，只是想去拥有更多的物质条件。现在，请你再问你一次刚刚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你不可能会失败，而且你也不愁吃穿的状态下，你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想创造什么事情？这个就是你的愿力。如何找回你最初的那些梦想？我想请你回想一下，你的人生当中并没有获得非常多的金钱，但只是因为你完成了某些事情，你感到非常的喜悦且满足，而且很感动。像我的话，是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做过的志工，去服务老人跟小孩，还有我回校园当中去做演讲，启发学生，还有我在办的我是临在的公益图书会。如果你们有兴趣了解我是临在的公益图书会，我会把读书会资讯放在描述栏。这真是我现在创造的世界，我的愿力驱使我去创造、去行动，透过我是临在的引导，让我都知道我的下一步在哪里。所以我现在鼓励你，将你人生当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美好事情，把它写下来，去拼凑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一定带有一个美好的愿景，而你的愿力就会在这个练习自问自答当中不断的收敛，不断的清晰。在我是教导中的第1卷呢，有提到生命正等在将这些天赋倾注于你的外在运用，但唯有当你将注意力转向源头，以那挚爱强大的我是临在，并形成桥梁或称能量之流时，你的临在方能借此传递祝福。所以你的愿力是当你能够跟你内在神性我是临在连接时搭接起来的能量流，透过你这具肉身与你的自由意志去实现、去表达出来的。镜头前面你可能不是没有愿力，是你不敢发愿。我们常常不敢发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我们怕搞砸或怕别人怎么看待我们。但人类他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拥有源源不绝的资源，所以根本不可能会有失败的这个结果发生。害怕失败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没有靠山，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分离的，这个是一个分离感的幻象。请跟着我念这句律令，并用心感受能量在你体内流动。我是那统御的临在，是永不枯竭的能量，是使我渴望得以实现的神圣智慧。我是在这里，
我是在那里。如果你能够轻轻体会我是在这里，我是在那里的话，你必然能够克服分离的感觉。圣哲曼在这边说，这就是我认为学生们经常忘记运用的真理。我是那力量、勇气与前进的动力，能稳健穿越一切的境遇，无论遭遇任何事情，始终保持喜悦跟振奋，永远充盈着我是荣耀临在所赐予的平安与和谐。所以大家请跟着我念这个谕令：我是那无人能关闭的敞开之门，通往上帝丰盛的恩典，正等待着、涌动着要前来医治我、祝福我，并使我丰盛富足。我们来这个地球上，我们就是来打造人间天堂。我们要活出自己的天堂，最快的方式就是跟我们内在神性连接，克服我们内在的小我，用宽恕法则去消融那些不和谐、没办法放下的，去了解自己，用愿景推着我们人生前进。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变得很不可思议。我们来到这个美丽的地球，除了体验人生之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意识的去学习灵魂的课题，运用宇宙的爱跟光去连接我们内在神性，让我是临在穿透我们这具身体，让我们成为神性意识的载体。这样人生是不是就简单多了？你只需要向这个世界表达我们独一无二的愿景。所以今天不管你的愿力是什么，去把它表达出来。去用画的方式、写的方式、设计的方式、说的方式、拍影片的方式、做音频的方式、表演的方式，用各种三维的方式把它活出来，把它创作出来。在这些行动当中，你就在独自升级，而你的意识能量也在你每次跨越获得的勇气当中逐渐提升。亲爱的朋友们，我鼓励你勇敢地说出你的愿景吧。你想把地球打造成什么样子的人间天堂呢？请你留言告诉我。现在还有什么是你可以开始做的事情呢？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步伐，都是你成功的一大步。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从现在开始量子飞跃，就在这些行动中展开时，你的意识层级就大幅的提升。这就是你原先来到地球要活出来的样子。谢谢大家，我是 Frank，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并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